這裡的女人體重不到200斤，根本嫁不出去，瘦子在這裡會被嘲笑，只有200斤以上的才能叫美女。村裡男人的夢想就是能娶上一個200斤的老婆。採訪過程中，男人們還說出了一個流傳千年的奇怪習俗，更加震驚了節目組。這4位就是當地的女神，一個比一個胖，追求者也是一個比一個多。他們是準備競選春花的，競選春花的標準要超過200斤，他們吃完飯就要稱體重。第一位體重210斤，剛剛及格；第二位體重268斤，還不錯；第三位體重284斤，很有競爭力。然而現在的春花表示不服，小心翼翼地站上體重計，生怕把體重計踩壞。果然，体重計在顯示428斤後直接黑屏。不過呢，她现在的地位還是很穩固的，在這裡只有200斤以上的才能叫美女。連這位18歲的少女體重都達到了218斤，因此還交到了男朋友，還說男朋友對自己愛到不行。出於好奇，節目組決定採訪村裡的男人，結果大家都說自己就喜歡胖的，越胖越愛，無法自拔。還說這種習俗已經傳承了1000年，胖老婆能彰顯自己的成功，可以到處炫耀。他們這裡信奉一句話，老婆要娶胖胖的，生活才會旺旺的。採訪過程中，我們還看到了一對夫妻正在秀恩愛，男人在幫妻子摳頭皮屑，眼神中流露着對妻子的寵溺。接着我們又去了村裡有名的模範夫妻家裡，一進門就看到女人在睡覺，丈夫小心翼翼地把妻子叫醒，還貼心地給妻子塗抹爽身粉，防止起痱子。女人說結婚16年，丈夫一直都是這樣寵自己，感覺自己就像小公主一樣，還說自己結婚前瘦瘦巴巴的，一點都不好看。啥也別說了，直接上秤吧，294斤，果然是標準的美女身材。工作人員想要挑戰下，把300斤的小公主背起來，是種什麼體驗？結果呢，差點骨折。女人又向節目組展示了自己的衣服，看着異常肥大，女人卻說這是為了凸顯身材的緊身褲。接着呢，還穿了起來，看得出來確實很凸顯身材。她每天的工作就是吃飯睡覺看電視，最常說的話就是飯做好了嗎？丈夫听到就趕緊去做飯，說娶個老婆不容易，關鍵呢還娶了個這麼漂亮的，自己的老婆肯定要自己疼。女人拍着快餓扁的肚子，焦急地等待着。終於丈夫端來了飯菜，直接端到了妻子面前，趕緊給妻子盛了一盆。妻子接過米飯大口開造，不一會兒一盆米飯就見了底，酒足飯飽，拍拍小肚腩，趕緊補個午覺。洗碗這種小事肯定是老公的，妻子只負責胖就行了。女人還告訴節目組自己保持身材的秘訣，那就是要多吃米飯，因為米飯屬於碳水化合物，可以很好的維持我們的身材。然後呢，就是吃完就睡。為了方便妻子出行，丈夫還貼心的打到了專屬座位，妻子艱難的爬上座位，沒成想油門踩到底，車子呢卻一動不動。丈夫把車推到平坦的路面，車子才勉強走了起來。在路上，老公洋洋得意，一直在炫耀自己的老婆。可以看到，村裡像他这樣的改裝摩托還有很多，一般呢都說明家裡有個200斤以上的老婆，這是身份的象徵，比開寶馬奔馳有面子。豪華一點的還會安裝個遮陽頂。節目組不禁感慨，難道村裡就沒有一個瘦子嗎？隨後在村裡找了半天，終於看到一個很瘦的女孩。女孩呢顯得很不自信，一打聽才知道至今沒交過男朋友，成了村裡為數不多的大齡剩女。一旁的父親都愁壞了，說只要嫁出去，不要彩禮，陪嫁100萬。即使這樣，仍然沒有人上門，為此他感到很自卑，可偏偏自己怎麼吃都吃不胖，為此呢還差點得抑鬱症。節目組當場做起了媒人，要給女孩介紹對象，把街邊的一個流浪漢拉了過來。流浪漢看到女孩後連連搖頭，說自己的理想型是胖胖的，說完直接轉身就走了。更讓女孩心裡不平衡的是，自己的閨蜜卻是個標準的美女，追求者眾多。這不，閨蜜剛回家，家門口就出現了3個追求者，其中一個已經追了2年。他們在門口蹲守半天，只為看閨蜜一眼。舔狗們和男孩們一直到深夜才離開，還說明天再來。看得出來，閨蜜也很享受這種众星捧月的感覺。所以美的標準從來都不是唯一的，蘿蔔青菜各有所愛，自己喜歡最重要。每天都要喝新鮮的冰紅茶，早上起來就要去廁所接一杯，從一天喝1杯直到後來的1天5杯，已經持續喝了2年。他說每天吃的東西不一樣，紅茶的口感也不一樣，有時候鹹，有時候甜，有時候嘗起來還像香檳。最喜歡的還是上火的時候，焦黃的顏色讓他沉醉。最急的人是他女兒，怕他喝死了，而他自己卻說這是冰紅茶救了他的命。哎，這又是為啥？現在的他反而變本加厲，覺得喝着不過癮了，直接把黃色液體當牙膏用，說刷完的牙變得更白了，甚至還把液體當眼霜和爽肤水，頭髮上也能抹一抹。洗澡時把液體加在浴缸裡，洗完容光煥發，還能用液體洗眼睛洗鼻子，據說能治療鼻炎。那他到底為啥要喝黃色液體呢？原來2年前他得了癌症，醫生說他還能活1年，於是他決定放棄化療，找到了這種治療癌症的偏方。他認為自己的做法很環保，可以循環利用，還推薦大家都試一下。但是我不建議大家模仿啊，這屬於偏方，沒有任何科學依據，大家千萬不要信。就連他女兒們也不信，勸他去醫院檢查一下，看看這黃色液體是否對癌症有效。如果真的有效，
效，那以後就盡情喝，也不會再管你。他一聽也對啊，來到醫院一檢查，發現腫瘤擴散得更快了，很明顯黃色液體一點作用都沒有，甚至還耽誤了病情。醫生建議立即手術切除腫瘤，最後在醫生的幫助下控制住了病情。有錢的可以喝冰紅茶，那沒錢的吃什麼呢？來看看下面這一位，他每天都來這家店白吃白喝，每次都吃同樣的食物，吃完就走，從來不付錢。然而店主卻根本不在意，想吃多少吃多少，還會給他打包一些帶走。第二天他再次出現，工作人員嘗試和他交流，他突然表現得很慌張，東西都不吃了，拿起麻袋就走。工作人員決定跟着他一探究竟，他丟下一句奇怪的話，背着麻袋走進了大山。工作人員趕緊跟了上去，問他麻袋裡裝的什麼，他還是一言不發，很快消失在了樹林中。那我們還是來問問店主是什麼情況吧。店主說5年前他開始來店裡吃飯，只點了3塊錢的炒年糕，看得出來他很窮。店主告訴他，如果餓了可以隨時來吃。沒想到第二天他真的來了。店主說自己也曾經經歷過低谷，身上1分錢沒有，覺得要幫助這些無家可歸的人。從那之後就一直給他提供免費食物，已經持續了6年，每年提供的食物也是個不小的開支。附近店鋪老板都不能理解他的做法。1年後，節目組想要做個回訪，發現店主搬家了，但還是會給流浪人員提供免費食物，家人都很支持他的做法。我覺得天使大概也就是這樣的吧。在社會福利社的幫助下，之前的流浪漢也住進了精神病院，一切都在慢慢變好。好了，我是岳飞，關注我，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。這隻馬得了一種怪病，只要有人想騎它，它瞬間就會暈倒，因此從來沒被人騎過。就算主人想騎它，它也會立馬躺下裝死，而且演得很像，舌頭都吐了出來。入戲太深的時候還會翻白眼。主人假裝走開，它先時不時環顧四周，偷看幾眼，確定主人走遠後，瞬間滿血復活。主人見狀直接衝了過來，啊，不行了不行了，我又死了。如果堅持要騎它的話，它還會撒嬌打滾，接着繼續裝死，四腳朝天，造型還挺別致，那眼神就好像在說，哼，騎我是不可能騎我的，這輩子都不可能。旁邊的馬都看呆了，兄弟你在哪學的表演啊？能不能教教我啊？他的日常就是各種裝死，無論誰想騎他，只要靠近就倒下，甚至只要一抓韁繩他就倒。他裝死前還會仔細看一下周圍狀況，如果地上有石頭，他還會後退幾步再倒下。主人拿來他最愛吃的胡蘿蔔，想要測試下他到底能裝到什麼程度，把胡蘿蔔塞到他嘴裡，但他知道這個時候必須要忍住，演戲嘛就要演全套，即使口水流了一地也不能咬一口。主人被他的演技折服，走開了。我去，實在忍不住了，這也太好吃了，這演技不去演戲可惜，表演得非常有層次，可以說天生就是做演員的料。然而有一技之長的還有下面這只小豬，這只小豬會畫畫，只見它叼着畫筆對着畫板一頓筆畫，邊畫還邊扭，簡單幾筆一幅抽象畫就完成了。主人在畫上加個眼睛，立馬就變成了一只狗，另一幅畫再加2個眼睛，又變成了貓頭鷹。色彩運用非常大膽，不是大紅就是大紫，畫風放蕩不羈，所有作品都極為抽象。下面這幅就更抽象了，看了半天也看不出來是啥，畢竟是藝術嘛，看不懂的就是好的。專家都不敢相信豬竟然會畫畫。佩奇當着專家的面又創造了一幅畫，加個眼睛瞬間變成了鯨魚，不能說是很像，只能說是一模一樣。專家說不管是用色還是構圖都屬於上乘之作，忍不住大讚佩奇有天賦。但藝術創作是非常累的，每當他完成一幅作品，主人都會獎勵他幾塊紅燒肉。作為一只藝術豬，待遇就是高，主人會天天給他洗澡，還要給他按摩，看着還真有點藝術家的氣息。主人說自從發現他有繪畫天賦後，就給他準備了專門的畫板和畫筆，只要把畫筆擺在他面前，他立即就能開始創作。至今已經畫了5年時間，繪畫作品也達到了上百幅，吸引粉絲無數。主人還給佩奇辦了畫展，很多人慕名而來，都想要收藏一幅畫当藝術品，據說一幅畫就能賣到好幾萬。然而下面這只狗狗也有一項非常實用的技能，這只狗狗是個家教，會輔導主人寫作業。每次主人放學回家，它就會一動不動地站在桌子上監督，神情嚴肅的像個監考老師。狗狗尤其對數學比較在行，主人寫錯的話它還會叫。姐姐說有它陪伴，自己寫作業也不無聊，也不會想着玩手機，因為只要玩手機它就會叫。在它的監督下，自己進步很快。小白不僅會監督作業，還會監督姐姐彈鋼琴，同樣一動不動，聽得如痴如醉。做完功課呢，小白還會陪主人玩耍，勞逸結合。小白雖然只有3歲，但為這個家操碎了心。主人說對於小白會監督寫作業完全是意外發現。有一次自己着急出門，就告訴小白要看着姐姐寫作業，沒想到他真的聽懂了。從此只要女兒寫作業，他就會守在旁邊監督。主人養了3只狗，只有小白會監督女兒寫作業，讓他坐下他也不會坐，有時看着看着就困了，即使這樣他還是一動不動。主人還說小白非常聰明，還沒滿月就學會了和人握手、去馬桶上廁所、隨手關門等很多技能。最讓主人驕傲的還是他的拒食能力，東西吃到一半，主人讓停就會停下來。你想要擁有這麼一只狗狗嗎？好了，我是岳飛，關注我，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。這只狗狗看破紅塵，竟然出家當了和尚，每天跟方丈一起誦經念佛，居然還學會了打坐，露出虔誠的眼神，身體半蹲，雙手合十，不停的禱告，一坐呢就是1上午，直到念經結束。
度，他才会把手放下来。众人都很好奇，好好的狗狗为啥会选择出家当和尚？他能听懂佛经吗？一旁的方丈却笑而不語。不仅如此，他现在连狗粮都戒了，只吃素，大白菜是他的最爱，還上過報紙，被各大媒體爭相報道，甚至有人為他寫了一本書，收穫粉絲無數，經常收到來自全世界各地的來信，信件堆滿了整個箱子，還有粉絲親自來寺廟看他。狗狗非常有禮貌，見人就作揖，連粉絲也不禁想問他到底為啥要當和尚。原來啊，狗狗之前是個花花公子，到處沾花惹草，偶然間來到寺廟，正好看到方丈在念經，一下子就被吸引了，聽得如痴如醉，自此看破紅塵，遁入空門。剛開始方丈以為他只是在模仿自己，但隨後幾天只要方丈誦經，他就會出現在一旁靜靜的聽，有時還看到他獨自在佛前打坐，一坐就是半天。方丈看到了他的慧根，於是收留了他，並給他取了法號悟淨。就這樣，他已經在寺廟待了3年，一旦有空就跑到佛前打坐，還真是只虔誠的狗狗。然而下面這個寺廟裡也發生了一件不可思議的事，這個韓國和尚結婚了，老婆竟然是一隻鴕鳥，他們不分場合的秀恩愛，鴕鳥會跟他一起念經，他還會給鴕鳥按摩，看起來非常甜蜜。外人看到這個情況都罵他花和尚，身為佛門弟子卻六根不淨，但他並不在意，還說他們上輩子就是夫妻。鴕鳥每天像狗一樣跟在和尚後面，到了和尚打坐的時間，鴕鳥就坐在門口一直看着他，眼神裡充滿愛意。而且鴕鳥只接受和尚的餵食，別人餵他吃，他會禮貌性的接過來，然後假裝不經意的吐掉。和尚撿起吐掉的樹葉再次餵他，鴕鳥直接一口吞了下去，吃得一臉滿足。很多人好奇他們是怎麼相愛的，和尚呢卻閉口不談，接着就去給鴕鳥洗澡。鴕鳥開心的搖着尾巴，腦袋來回搖晃。洗完澡呢還要給他吹乾，和尚仔細的幫他打理毛髮，偶爾還會加一點護髮素。這天和尚有急事，沒帶鴕鳥就出門了。鴕鳥發現後，生氣的張開翅膀到處尋找，時刻張望着門口，期盼和尚能早點回來。等和尚回來後，鴕鳥忍不住對他發脾氣，張大嘴巴不停的叫着。不過呢，和尚很會哄老婆，一邊拍打一邊安慰，他們很快就和好如初，緊緊的抱在了一起。原來啊，鴕鳥是他在野外發現的，當時奄奄一息，於是把他帶回寺廟細心照顧。鴕鳥的傷勢漸漸轉好，準備將他放回山林，沒想到鴕鳥不肯離開，他們就這樣相伴了15年。和尚說鴕鳥愛上自己，可能是看中了自己的髮量，你覺得呢？白鶴殺死了自己的丈夫，卻瘋狂愛上飼養員，並成功生下了8個孩子。連飼養員都沒想過自己會和一隻鶴成為夫妻。這隻白鶴是被人類撫養長大的，他以為自己是人類，對同類根本沒興趣。如果公鶴靠近他，他還會發出聲音驅趕。白枕鶴屬於瀕危保護動物，為了讓它繁衍後代，動物園給他找了個丈夫，強行關在了一起。果然，包辦婚姻不可取，丈夫被他活活咬死。動物園不甘心，又給他找了第2個丈夫，結果呢，還是沒能逃過一劫。從此，白鶴成了動物園有名的黑寡婦。動物園實在沒辦法了，給他找到了現在的飼養員。剛開始白鶴不讓飼養員靠近，表現得非常有敵意，飼養員只能在幾米開外給他投食。經過每天朝夕相處，慢慢的他開始接受了飼養員，飼養員可以來到他身邊，一邊撫摸一邊餵食。但飼養員卻注意到白鶴似乎對他格外感興趣，當他倆獨處的時候，白鶴會展開翅膀對他跳舞。剛開始飼養員以為是白鶴看到自己高興，但他很快在其他白鶴夫妻中看到了同樣的跳舞行為。飼養員終於明白這是白鶴對自己的求偶表演，白鶴把他當成了伴侶，但人怎麼能跟鶴在一起呢？飼養員也沒有多想，為了不讓白鶴失望，當他再次進行求愛表演時，飼養員會跟着一起跳，白鶴扇動翅膀，他就揮動雙臂回應，有時還會跟白鶴一起尖叫。為了表現得稱職一些，飼養員會幫他築巢，因為這是白鶴夫妻會一起做的事。白鶴對飼養員愛得深沉，就連女記者和飼養員說話，他都會吃醋，在一旁不停地示威，為了讓他繁衍後代。等白鶴再次對他進行求愛表演時，飼養員偷偷找來雄性白鶴，對他進行了人工受精，最終成功生下了寶寶。對於孵蛋的任務，白枕鶴必須夫妻一起孵，這對飼養員來說有點難度，但飼養員也不敢讓白鶴單獨孵蛋，因為白鶴一直認為自己是人類，如果孩子出生發現並不是人類，怕白鶴會崩潰。於是在白鶴生下蛋後，飼養員偷偷把蛋送到了其他白鶴夫妻窩裡，讓他們代為撫養。為了不讓白鶴傷心，他還制作了不少逼真的假蛋，讓白鶴坐在上面孵。他們於2004年相識，當時白鶴23歲，飼養員28歲，至今已經相伴了18年。白鶴一共生下了8個孩子。白鶴是一夫一妻制的動物，壽命能達到60歲。飼養員表示會一直陪白鶴走下去，這樣的承諾也算是一生一世了。大媽只是去做汗蒸，所有人都不可思議地看着她，因為她在65度的汗蒸室待了1小時，一滴汗都沒流。大媽還說自己一輩子都沒出過汗。為了驗證真假，大媽直接在33度的氣溫下跳繩半小時，接着把紙巾貼在額頭上，其他人瞬間就把紙巾浸透了。然而大媽額頭卻乾乾淨淨，果然一滴汗都沒有。大家決定把溫度升高，在屋頂鋪了一層錫紙，瞬間表面溫度就達到了45.6度。大媽二話沒說，直接躺上去。就這樣足足烤了2個小時，大媽都快被烤成了3分熟，仍然沒有出一滴汗。
還說一點都不熱，甚至感覺有點冷。難道他真的不會出汗嗎？那只能使出大招了。大家帶他來做汗蒸。此時汗蒸室溫度65度。隨着時間的流逝，一旁的人早已大汗淋漓，他卻一點反應沒有，邊笑邊說：“溫度能不能再高一點？”周圍人都露出了一副沒見過世面的樣子。大媽現在唯一想做的，就想體驗下出汗是什麼感覺。隨後，醫生在大媽手心塗了一種遇水就會變紫色的液體，又撒上了一些白色粉末，接着放在烤燈下面，一直烤了30分鐘，手掌沒有任何反應。1個小時後，終於看到了變化，大媽掌紋處都變成了紫色，也就是說，大媽其實還是會出汗的，只是量比較少而已。醫生表示，出汗少並不會直接對身體造成傷害，這下大媽放心了，原来自己和正常人是一樣的。仔細看，她的肚子可以瞬間變大3倍，疼痛隨之而來。她每天都要經歷好幾次類似生孩子的痛苦。大姐的肚子在變大之前沒有任何徵兆，剛剛還在晾衣服，突然感覺不對勁，在丈夫的幫助下躺了下來，肚子也在肉眼可見的变大，而且變得硬邦邦的。丈夫能做的只有幫她按摩一下，除此之外無能為力，只能眼看着大姐疼痛不止。經過幾分鐘的陣痛，肚子又慢慢恢復到了正常大小。可大姐還沒緩過氣來，肚子又在短短幾秒鐘之內变大，她又要經歷一次分娩的痛苦。丈夫說，這樣的過程每天都要經歷6次以上。大姐平时的腰圍是77厘米，肚子变大後腰圍就成了91厘米，整整大了11厘米。然而令大姐更絕望的是，醫院根本查不出肚子变大的原因，他們甚至去了妇產科，可是醫生卻說她很健康，但是肚子变大已經嚴重影響到了生活。大姐剛在市場買完菜，回家的途中肚子变大說來就來，完全不分場合。節目組脫下外套幫大姐躺下，大姐的叫聲引來路人圍觀，路人看到這一幕也是懵的一逼。丈夫很快趕到，不停地幫大姐按摩肚子，經過長時間的折磨，肚子終於恢復了平靜。大姐精疲力盡地吐出一句話：回到家，丈夫很是心痛，看着痛苦的妻子，自己卻什麼都做不了。節目組抱着一絲希望，帶着大姐再次來到醫院，一番檢查下來，醫生對此也感到很震驚。大姐的肚子變大時，大腸也隨之擴大了10倍。生理上沒問題，那8成就是心理問題。節目組又找到心理醫生溝通下來，才知道原來大姐的前夫有家暴，這給大姐帶來嚴重的身心傷害。她把一切痛苦都藏在心裡，長期的壓抑無處釋放。和現在丈夫在一起後，生活恢復了平靜，大姐心理上的壓力在慢慢釋放，才會以肚子變大的形式體現出來。丈夫聽後很自責，認為自己沒有和妻子好好交流過，不知道妻子承受了這麼多委屈。他決定以後給大姐更多的陪伴，讓大姐釋放壓力。最後還對大姐來了個深情告白。和大姐一樣，下面這個女人的肚子也很神奇，她懷孕3天就要生了，但是她卻什麼都不知道。3天前，她因為胃痛來醫院檢查，沒成想卻檢測出了嬰兒的心跳聲。醫生說：“你這不是胃病，你要去婦產科啊！你這是懷孕要生了。”大姐聽到這個消息震驚了，這什麼情況？護士也震驚了。比大姐還震驚的是她丈夫，由於工作原因，大姐和丈夫已經分居7個月了。現在你說你懷孕要生了，所以當然是原諒她了。醫生說，其實大姐也是懷胎10個月了，只是她不知道而已。那大姐為什麼連自己懷孕都不知道？鄰居也說根本看不出她懷孕，都以為她又胖了而已。為此，大姐還跑去做了減肥按摩，就是專門按肚子的那種。該說不說，你例假總該停了吧？大姐卻說自己例假一直不規律，一直沒來例假，也沒在意，這得有多不在意啊？由於一直以為是胃病，她還買了很多治胃病的藥。現在大姐非常自責，只希望孩子能平平安安的出生。不過還好，最終大姐順利生產。不得不說，孩子有個這樣的媽，還能活下來，真的是個奇蹟。這應該就是傳說中那個萬中無一的戀物奇才吧。大姐上廁所從來不用紙，必須用紙的話，就要把用完的紙留着，下次繼續用。用完的衛生棉也要洗接着用。為了省水，馬桶要攒1天，睡覺前才會沖1次。28年來沒買過一件衣服，短褲都是30年前趁降價買的，鬆緊帶已經沒有彈性了，沒關係，用夾子夾上照樣穿。襪子都穿到脫絲了，變成了薄薄一層。短袖從小穿到大，上面全是洞。他還說希望再穿個20年。洗髮水也是各種免費試用裝。洗衣服用洗衣機就太費電了，直接把衣服泡在洗澡水裡，洗完澡順便就把衣服洗了。我觉得這樣還是浪費，應該把洗澡水收集起來冲馬桶才對嘛。家用電器都是用優惠券兌換的，為了省下每月17元的燃氣費，他把家裡燃氣停了，只要花錢一切免談。很多人覺得這樣省錢完全沒必要，你再省也買不起房子啊。人家買了市中心的房子，還還完了貸款，家具全是垃圾箱裡撿的，別人丟的瑜伽墊被他撿來當床。然而像他這樣節儉的人，卻準備請朋友來家裡做客，那自然要提前準備了。首先要打扮一下，剪個美美的髮型，剪刀還是上學時室友不要的。聽說有家店在清倉處理，他決定揮霍一次，看中了一件10塊錢的衣服，還想讓老板再打個5折，接着掏出了一堆硬幣。老板說：“我這都打骨折了，要不送給你吧？”那太好了，我先把錢收起來。
接下來就是給朋友準備晚餐了。只見他來到垃圾桶旁邊，好朋友要來家裡做客，他卻在垃圾桶裡找食物招待朋友。他特意來到高檔餐廳門口的垃圾桶，說這裡丟掉的食物品質好。在路人詫異的目光下，他開始採購了。哎，你看這不就有很多新鮮的葡萄嗎？還有西紅柿，做個西紅柿炒葡萄，哎，不錯。今天運氣也很好，還找到了一盒烤雞，看了一下生產日期，才過期6天而已，非常適合給朋友當主食。最後還找到一盒蛋糕，這下齊了，餐後甜點都有了。這時店主想要趕走他，他沒有感到一絲尷尬。他認為只要你把食物丟進垃圾桶，那就是公共財產了，自己就可以正大光明的撿。還說你們真是太浪費了，下次丟垃圾的時候能不能先給我打個電話？社交牛 C 症無疑了。他回家後一般都是拿出食物直接開灶，但這次是招待朋友，他決定包裝下擺個盤啥的，於是把撿來的食物全部倒進鍋裡攪拌一下，一份大鍋菜就做好了。還說希望朋友會喜歡他親手撿來的食物，朋友如期而至。他先給朋友介紹了自己從垃圾桶撿來的家具，自豪地說自己從來沒買過家具。朋友都聽傻了，露出了一副沒見過世面的樣子。但更讓他們傻眼的還在後面。晚餐時間到，大姐拿出了撿來的食物，好朋友來家裡做客，他卻把從垃圾桶撿來的食物端上了餐桌，朋友根本看不出來是什麼食材，小心翼翼嘗了一口，表情複雜，又嘗了一口，直搖頭。另一個朋友說有那麼誇張嗎？一口下去一言難盡，問他食物從哪來的，大姐嘿嘿一笑，笑得朋友驚慌失措。啊，不會吧，不會吧，這也是撿的？朋友頓時腸胃翻滾，衝進了廁所。大姐貼心的說，馬桶沒沖過，味兒可能有點大。這樣好了，朋友吐得更厲害了。這還沒完，大姐還要請朋友吃餐後甜點。朋友發現蛋糕已經被人咬過了一口，很明顯也是撿來的。礙於面子，還是決定嘗一嘗。確實不新鮮了。朋友打開冰箱找水喝，發現冰箱鋪了一層報紙。大姐解釋說，撿來的食物有的包裝比較髒，所以才鋪上了報紙。朋友一聽，那算了吧，我還是憋着回家喝吧。沒一會兒，朋友便離開了，以後估計不會再聯繫了。但我覺得大姐至少還挺坦誠的。其實她變得極度節儉也是有原因的。大姐說自己名牌大學畢業，本以為一輩子衣食無憂，沒想到後來竟然失業了，這讓她有了危機感，於是學會了省吃儉用的生存之道。據說每個月都能省下4000塊，房貸都還完了。現在我終於知道自己為啥沒買房子了。好了，我是月貝，關注我，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。38度的天氣，他卻穿着2件羽絨服，揚言要挑戰2天減肥40斤，還說減肥是世界上最簡單的事。說着就打開了取暖器，在密閉的房間內開始瘋狂跳繩。現在體重192斤，目標是減到152斤。沒一會他就滿頭大汗了，但他並沒有停止，跳了整整3小時，脫掉上衣輕輕一擰，汗水差點落地成河。他信誓旦旦地表示已經減掉10斤了，我聽你在放狗屁。來，直接上秤，184斤，3個小時內竟然減掉了8斤，可惡，被他裝到了。他沒有休息，連口水都沒喝，接着來到健身房，穿着羽絨服跑步。周圍人聽說他要挑戰2天減肥40斤後，都感覺這人多少有點不夠頭。就這樣運動加節食24小時後，再次上秤，現在的體重減到了177斤，24小時內一共減掉了15斤。照現在的速度來看，2天減40斤感覺真的能實現了。挑戰還在繼續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他穿上羽絨服就去跑步了，還都是跑的上山路。回家後媽媽喊他吃飯，他卻在冰箱拿了2個冰塊含在嘴裡，繼續瘋狂跳繩。現在已經過去了32個小時，就要进入最後的衝刺了。結果節目組卻發現他在街邊的便利店偷偷吃烤腸，還喝了一罐可樂，看來堅持不下去了吧。他卻說無所屌味哦，不吃飽哪有力气減肥。不過還好，回家後他繼續運動到深夜。第3天一早，挑戰時間到，他已經準備好上秤了。現在體重是166斤，也就是2天內減掉了26斤。雖然有一點打臉，但也很誇張了。他認為烤腸和可樂影響了自己，說自己最高紀錄1天減掉過30斤。記者忍不住問他，為什麼要用這種近乎自殘的方式減肥呢？他說自己曾經是一名拳擊手，拳擊比賽是分重量級的，為此進行過無數次的節食減重，知道如何快速減重和增重，還告誡大家千萬不要模仿，一般人是學不來的。可惡，又被他裝到了。他只是簡單吃個炸醬面，所有人都驚訝地看着他，大家都覺得他有病，因為他往面裡加了一大勺白糖，又甜又鹹的口感讓他流連忘返。大爺還一本正經地表示，炸醬面就應該是甜的才好吃，說加白糖是為了健康，這是什麼鬼道理？大爺在村裡很出名，出門前必須在兜裡裝幾10塊糖，見人第一件事就是分享糖果，自己的嘴巴永遠不會閒着，隨時隨地來一顆。他說每天都要吃60顆，可以說除了睡覺就是吃糖，但糖果只能算是開胃菜而已。又到飯點了，大爺打開了糖罐子，把滿滿1勺白糖加在米飯裡，做了個白糖拌飯，這個我覺得還是能接受的。然而接下來的操作就比較奇葩了，他連泡菜都要蘸糖吃，這誰受得了？說來也是奇怪，每天吃這麼多糖，大爺身體卻很健康，從不吃糖的妻子卻得了糖尿病，真是造化弄人啊。飯後大爺還得來一杯咖啡消消食，裡面又加了8勺糖，攪拌一飲而盡。就這種喝法，他每天都要喝5杯。
算下來1周就要吃掉6斤白糖，這屬實已經在人體承受範圍之外了。妻子一直想不通，應該是老伴得糖尿病才對啊，造化真是弄人了。話說這樣吃糖牙齒能受得了嗎？大爺輕蔑一笑，說自己的牙早就掉光了，10年前就用上了假牙，反正不是自己的牙，想怎麼吃就怎麼吃，嘿嘿。大爺說之所以吃糖都是為了健康，原來30年前他的身體出現了問題，不得不戒掉了菸酒，於是找到了糖果作為替代品。好消息是身體慢慢恢復了健康，壞消息是吃上癮了。大爺說自己吃了這麼多糖，不僅沒事反而還更有精神了，儘管已經80歲了，身體卻很健康，血糖也查了，心電圖也看了，還真沒有任何問題，也沒有的糖尿病，就是血壓有點高。總體看來還是糖果影響的。醫生說如果能減少糖的攝入量，身體會更健康。不過這建議大爺並不接受，說自己都80了，活不了幾年了，該吃吃該喝喝，自己開心最重要。說完，拨塊糖放嘴裡，瀟灑地離開了醫院。他上班要隨身帶着一管綠色調料，沒事就趕緊拿出了舔兩口，說這東西能讓自己變強壯。喝水也要擠上一管，搖一搖就變成了綠色的，接着一口悶了。吃飯時他只是在海苔上放了一勺這東西，朋友們卻都避之不及，都不想吃，那只好自己吃了。看起來呢非常美味。很快老板又端上來一碟，才知道這東西原來就是芥末。老板說現在只要看見他來店裡，就要提前準備芥末。說話間，他在生魚片上又放了滿滿一勺芥末，整個吞了下去，眼睛都沒眨一下，說完全沒有感覺。朋友覺得這可能是假芥末，決定嘗一下，這也沒什麼呀，然後就這樣了。喝湯的自然也少不了芥末，那小魏撓一下就上來了，米飯也要來上滿滿一管，再加點配菜，一份綠油油的芥末拌飯就做好了，吃的那叫一個乾淨，狗見了都流淚。再後來呢，他吃的越來越離譜，直接在生肉上面抹芥末，說口感就好像冰淇淋一樣。朋友聽說他喜歡吃生肉，還特意準備了生雞肉，大叔也不客氣，擠上芥末，直接送入口中。大叔該不會是有什麼大病吧？果然，醫生說他的嗅覺功能比普通人低20%，所以他對於辛辣不敏感，而且還發現他有嚴重的胃潰瘍，再吃下去的話，就只能準備吃血了。大家千萬不要模仿哦。大姐是吃鯡魚罐頭長大的，什麼臭她就吃什麼。她嘗試過吃屎，但是不喜歡啊，因為不夠臭。臭豆腐只能算是小甜點。下水道的氣味對她來說，那就是新鮮空氣。和朋友聚餐，朋友想要挑戰一下，夾起一塊鯡魚，剛放進嘴裡就止不住的嘔吐，她卻什麼都感覺不到。不一會兒，自己就幹完了一盤鯡魚。大姐現在最愛吃的卻是鰩魚，因為鰩魚比鯡魚還臭10倍。節目組邀請了幾位鰩魚愛好者來到鰩魚發酵車間，門一打開，一股比下水道還要臭100倍的味道襲來，怎麼給你形容呢？狗聞了都嫌臭，燻得眼睛都睜不開。其他人紛紛敗下陣來，大姐卻直接貼着鰩魚聞了起來，越聞越上頭，好想吃一口。不僅如此，大姐生活中也是處處重口味，做菜要加5勺鹽，半斤辣椒面，這樣吃起來才有滋有味。那她為什麼會這樣？她卻說其實自己聞不到任何氣味，冰箱裡的食物換沒換，自己也無法從氣味中分辨，只能嘗了才能確定是否過期。因為聞不到任何氣味，也讓她暴露在危險中，天然氣洩漏自己也毫無察覺，食物燒焦了也不知道。節目組帶她來醫院檢查，一番檢查過後，醫生說她的嗅覺功能已經完全喪失了，味覺也在退化，這種情況是沒辦法治療的。不過聞不到氣味並不完全是壞事。大姐是養老院護工，平時的工作就是幫老人換尿布之類的，因為聞不到氣味，所以工作起來很輕鬆，自己也很喜歡這份工作，把缺陷变成優勢。大姐還是很值得我們學習的。但是要說吃的奇葩，下面這個小伙表示不服。他一吃東西就會流淚，並不是辣哭的，就算吃米飯也會止不住的掉眼淚，而且只有左眼會流淚，吃飽以後就不會流淚了。而當他看電影被感動了，就換成右眼流淚了，2隻眼睛分工明確，就很神奇。媽媽說他出生的時候就這樣，只有1隻眼睛流淚，還給節目組看了照片，但照片上明明2個眼睛都在流淚啊。媽媽說是因為他手裡還拿着零食呢，正好湊齊了一對。他說吃不同食物流淚的程度也不一樣，好吃的流淚多，口味一般的只會掉2滴意識一下，所以公司聚餐都會讓他先吃，看淚水大小判斷食物美味程度。妙啊，這種特殊技能對工作也有一些影響。他是一位歌手，在外演出化好妝后就不能吃東西了，調皮的同伴強塞給他一粒爆米花，沒一會兒眼淚就掉下來了。節目組帶他來醫院做了全面檢查，醫生說很可能是神經末梢問題，接着又對眼睛做了測試。醫生說這種病叫鱷魚的眼淚，是由於唾液神經和淚腺交織在了一起，吃東西流的淚應該是唾液，只是有點惡心而已，並不會對身體造成任何傷害。最後小哥也說不是什麼大病我就放心了，以後準備去演戲，會把缺陷變成優勢，哭戲一定會演得很好。好了，我是月貝，關注我，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師。这是一種比鯡魚罐頭還要臭的食物，一般人聞一下就會吐，他們呢卻愛到不行，平時都捨不得吃，只有招待客人的時候才會拿出來。記者嘗了一口，反應非常真實。這種食物呢就是藍紋奶酪，藍紋奶酪。這家意大利工廠仍然使用古法製作，能動手的盡量手動完成。
每天早上，農場都會送來新鮮牛奶。一開始呢，就要把凝乳酶和霉菌加入牛奶中，大約20分鐘內，牛奶就會變成凝乳，看起來呢像一個巨大的豆腐腦。工人用特制的工具把它分割成小塊，接着呢，把這些切好的小塊裝進圓形模具中，每個桶上都有編號，這相當於它的身份證號。接着把模具放置在溫暖潮濕的環境中，每個模具每天都要來回翻轉4次，來幫助凝乳沉澱。靜置1夜後，奶酪成型，開始醃製。機器會在奶酪表面均勻撒上1層鹽，隨後呢，再次送入儲藏室。儲藏室裡溫暖潮濕，這有利於奶酪中的霉菌活動。質檢員會隨機檢查發酵情況，一般經過3天左右，就需要把它們轉移到冷藏室中。在這裡，每一塊奶酪都要被扎上百針，這是為了讓氧氣進入奶酪內部，使其長出標誌性的藍色紋理。時間是制作這道美食的關鍵。根據口感的不同，奶酪要在冷藏室待上2到3個月，直到表面發霉變臭。質檢員把洛陽鏟插入奶酪，輕輕轉動就可以把內部的奶酪帶出來。通過氣味和口感來判斷奶酪是否發酵完成。2個月的藍紋奶酪還比較柔軟，味道呢類似3天沒洗的臭襪子，一般人都比較容易接受。放置3個月的奶酪就已經變得很硬了，內部的藍色紋理清晰可見，味道呢也臭得很正宗。記者忍不住嘗了嘗，成熟的藍紋奶酪是高檔餐廳必不可少的美食，吃面的時候來上一點，臭烘的得勁兒。這是一種用腳踩出來的酒，好不好喝全憑腳法。這個印度家庭作坊仍然使用古法釀酒工藝，生產過程呢一言難盡，竟然還需要螞蟻的幫助。這種酒呢就是腰果酒，也叫芬尼酒，不是很乾淨，但是很香。每到腰果成熟的季節，他們每天都會去撿掉落的腰果，收集完成後需要一個個的取出種子。這種生腰果可以賣給工廠進行烘烤加工，就成了我們平時吃到的乾果。剩下的果肉呢就用來制作腰果酒。第一步榨汁，這是個體力活，需要家庭中的男性完成。大叔穿上裹滿泥漿的靴子，站在裡面就是一頓猛踩，看似杂亂無章，其實是他的獨特腳法。他的腳步又快又密，保證每一顆腰果都能充分享受到足底按摩。雨靴上的泥巴很快就被果汁洗得干干淨淨，就這樣一攪一攪，果汁混合的泥水以及汗水流進了容器裡。之前他們也嘗試過用其他方式榨汁，但最終發現還是用腳踩的好喝。其實呢，現在好多了，之前都是光腳踩，據說呢會有一種獨特的風味。為了盡可能的榨乾果汁，他們還會把果肉堆積在一起，用繩子綁起來，然後在上面壓上幾塊石頭，就這樣靜置1夜，擠出最後一滴果汁。剩餘的果肉殘渣就會拿去餵牛。收集到的果汁要先用紗布過濾一遍，去掉大塊的果肉雜質，然後呢將果汁靜置發酵2-3天，直到發黃冒泡。接着呢就到了最重要的一步，蒸餾。把发酵好的果汁倒入鍋中，鍋上面再套上一個桶，隨後呢用泥巴封口。這些泥巴也不是普通的泥巴，而是來自附近的螞蟻窩。這些泥土呢粘度大，有很好的密封性。接下來就是加熱蒸餾，這一罐大約要持續加熱8個小時。蒸汽通過管道進入裝滿水的水箱，冷卻後的蒸汽就成了酒。不過現在的酒精含量還比較低，他們會將其重新倒入鍋中，然後再蒸餾7個小時。就這樣，經過多次蒸餾，就得到了腰果酒。腰果酒的酒精含量大約在40%左右。他們還會通過觀察酒花來判斷腰果酒的品質。如果氣泡很大，並且可以快速散開，就說明這次釀制的非常成功。這種酒呢，在印度十分受歡迎。他們認為只有這種用腳踩出來的酒才是最好喝的，乾淨又衛生啊。大叔每次開車必須要帶上1包白色粉末，等紅綠燈就趕緊拿出來舔2口，說這東西能救命。吃飯時大叔只是喝了1碗湯，所有人都不可思議地看着他，因為他往湯裡加了滿滿1勺的白色粉末，米飯上也加了2勺，吃得津津有味。酒足飯飽喝點水，水裡竟然也加了1勺。話說這到底是啥味道呢？大叔表示非常美味，同事決定嘗一下，一口下去，差點被送走，才知道這粉末原來是味精。同事覺得他有病，怎麼會有人喜歡喝味精水呢？大叔一臉傲嬌，說那是38年前的一個夜晚，自己喝醉後，原本想去廚房弄一杯糖水，結果迷迷糊糊中錯把味精當成了白糖，沒想到卻打開了味覺新世界，徹底愛上了這種味道，每天都要吃200克，38年來一共吃掉2774公斤。大叔說自己不僅没事，反而還更有精神了，味精甚至還救了自己的命。此話怎講？原來他患有一種叫做布爾格氏的罕見疾病，為了控制病情，他不得不截肢了手指。很多得這個病的人過不了多久就會死，而自己20年來卻沒有事。他認為是味精救了自己，控制了病情惡化，但真的是這樣嗎？醫生給出了不同的說法，檢查發現他得了嚴重胃病，由於味精的大量攝入，還導致了糖尿病。也就是說，味精對他的病情不僅沒幫助，反而還加重了，所以他必須停止吃味精，要相信科學。大叔表示，那這樣自己的快樂就沒有了。不過為了健康，自己會慢慢戒掉味精，那就讓我們祝大叔早日康復吧。大家千萬不要模仿哦。